今天主要講的是9月15號中共實施的國務院關於出入境的這個規定，這個我相信大家都看了啊，因為國內也有很多媒體在說這個事情啊。中共國已經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已經告知了。2026年年初我就跟大家講了啊，2025年年底我就告訴2026年中共會開始明確的閉關鎖國，大家好好想想，我就告訴了你們，看看今年怎麼樣啊？居民兌換外幣的、國外投資的啊，翻牆的超嚴格管理啊，大規模超限戰，對於數據所有涉外國外機構數據的合作和并购、公司并购重組上的強行約束和管理啊等等，加上現在居民的出入境嚴格管理啊，這個閉關鎖國你不是大清的時候，這個時代已經到現在了，這叫在現代化體系內開始實施的越來越緊密的閉關鎖國。對呀，貨幣資產、數據，現在加上人都全面的約束啊，大家自己想啊，國務院這個規定的可怕之處在哪兒？就這個條約一出來，你一看就很可怕，為什麼？它就是標準的口袋罪啊，什麼尋釁滋事啊，非法集資啊。什麼叫口袋罪？就是在這個罪行中沒有任何實施細則化條款。按照這個規定，執行人具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權，說你是違法犯罪就是違法犯罪，全在人的一張嘴。对于你看這個條款，對呀，什麼叫認為不合適，認為危險？什麼他媽認為？誰認為？沒有任何一個明確的規定規範12345的國家，12345的條件。所以實際上這個東西出台，就等於為了中國共產黨的任何一級政府機構可以使用任何的借口，限制任何的中國公民辦理，比如說幹什麼辦理護照啊、港澳通行證啊、實施出境入境等相關行為。对啊，提供明確的法律法規依據，就是以後任何的中共機構幹任何事都可以做這個。然後大家不知道的，我告訴大家是什麼，就是這種類型的法規在一個國家推出，在全世界極其罕見，目前看起來是唯一的。全世界限制自己公民出國入境出境，特別是出境有相關明確這種規定的，全世界唯一中國。那麼有具體相關實施行為的幹這事兒的4個國家分別是哪兒？中國、朝鮮、厄立特里亞和土庫曼斯坦啊，大家有機會查查人工智能，好吧？那為什麼沒有呢？因為不管是世界人權宣言的第13條，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都有明確規定，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自己的國家，只有明確的違法犯罪行為並明示公告，才能對這種離開國家的行為進行限制。大家明白了嗎？所以你別說在什麼英美發達國家，你就是在什麼中東或者埃及這種非洲國家，你被限制出境的時候，給你的信息一定是根據法院的裁定或者判決，你被限制出境。我不知道你们有沒有經歷，可以問問當地的律師。也就是你在全世界，哪怕是非洲，你出這個問題不讓你出了，你是本國居民、外國居民，你會發現都會告訴你，叫法院裁定、法院通知、法院判決。也就是你這個行為一定是被法律禁止的，而不是任何機構發一個什麼玩意兒就不讓你出去了。但是中共這次為什麼叫唯一？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規定在全世界來講，就等於明確用法規來限制自己國家公民自由出境這種行為。
國家限制居民自由出境就4个。再说一遍，中国、朝鮮、厄立特里亞、土庫曼斯坦，連俄羅斯、伊朗都不幹這事兒。公民要出境可以依法去限制啊，不是根據法律通知限制。誰做的法律？法院的判決，法院的通知。聽明白了嗎？所以你如果到現在還不明白什麼叫越來越快的閉關鎖國，中共能幹這種世界我們叫罕見甚至唯一的，那你就明白他要幹什麼啊！如果還叫不醒，那就沒辦法了，叫不醒裝睡的人，對不對？叫不醒裝睡的人。我再說一遍，去人工智能查一下。我不知道國內豆包什麼亂七八糟的會不會告訴你結果，就是全世界有沒有這種關於國家就出台一個規定，政府各部門就能限制人自由出境的這種情況？除了中國還有沒有啊？出這種法規還有沒有啊？你看看結果你就知道了啊！如果豆包能回答你，那你就明白，那麼中国的人工智能也會告訴你這個答案，好吧？啊，那這出台的目的是什麼？明白了嗎？啊，出台的目的是為了什麼？明白了嗎？去年前一直開始限制出境，但是沒有法規依據，聽懂了吧？沒有法規依據，也就是這個時候它限制你會產生很多矛盾。現在好了，有了法規依據，那等於中共的任何機構都可以用任何條件啊，不光是出境，連護照都可以不給你辦，港澳通行證就可以不給你辦。對，這裡面大量其他的博主都講過了。別人講過內容我不說了，國內外你們都看了，我就提醒大家3點，在新的法規下提醒3點。最後一個建議，哪3點？第一個，如果你很幸運啊，你已經拿到了所有能從中共國出境的各種手續，而且明面上沒有任何阻攔，你要準備出境的朋友一定要記住了，清理乾淨你拿着出境的手機、電腦等各種電子設備中可能影響你出國的信息。聽明白了嗎？因為按照這次出台的法規啊，中共的海關及所有影響你出境的機構都可以隨便徹底清查你的電子設備，且你必須配合。人家現在有法規了，明白了？所以到的人你交出來說你的密碼，人家有專業人士幹這個的，人家中共也有專業人士啊，清查你裡面的小秘密啊，甭管是關鍵詞還是電子爬蟲等等，太容易了。所以你裡面有任何對中共呢，你說我房子拿不到啊，我罵了中共，因為我花了錢一直拿不到房子啊，對不起，你這個就屬於很不良的傾向。所以這時候就完全可以據此幹嘛？禁止你出境，邊境控制。所以不想像王石一樣，你就千萬記住了，出國前清理所有的電子設備，包括你手機能登錄的雲啊，你手機能夠登錄的雲，你把秘密擱在雲端，那他一樣看到。第二個重要的提醒啊，就是持有啊，如果你現在能走，我建議你馬上走啊，在9月份這個法規實施之前。所有持有綠卡永居，特別目的是為了做移民監拿到其他國家護照的有移民計劃的朋友啊，建議大家就盡可能在你拿到護照之前別回國了。聽明白了嗎？拿到護照之前別回國了啊！也就是回國再被限制，但是你至少護照被拿到了。為什麼？因為按照現在的新規，任何現在相關政府機構都可以無條件限制你6個月到3年之內不能出境。你想想，6個月到3年時間，甭管你現在任何什麼綠卡永居這麼長時間，你的移民計劃你都不能出境，不能對目標國進行登陸，那你的基本綠卡肯定廢了，移民計劃肯定也廢了。因為你這麼長連續時間不能登陸有關的國家，你就不能創造連續居住的這個事實，那你幹的事就前功盡棄了啊！有很多國家，你說像什麼這個一些小國呀，能拿到那些小國護照，那護照都沒用，在國際上沒有含金量的，聽明白了嗎？啊，波羅的海6國等等沒有含金量的啊，大國護照都要做移民監，連續居住的
時間限制。所以你记住了啊，拿这些东西的以后在拿到护照期间就別回去了啊，一定要记住。第三個特別提醒，因為在這個規定出台7月份、9月份沒有實施之前，竟然我國內2個朋友都遇見這個情況，就是已經移民拿到海外身份的，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限制出境。一個朋友是日本的，全家移民到日本12年。一個是美國的，全家移民到美國7年，啊，這2個，那日本呢，這次特別傻，帶着媳婦倆孩子回國，一個探親，一個旅遊。那美國那是自己一個人回到中國談事情的。這2個人都在新規出台還沒有生效期間返回本國日本、美國的時候，真實案例啊，我身邊的朋友啊，被限制出境了，被限制出境了。一定要記住了，為什麼被限制出境了？這2個人都因為中國叫倒查30年，一定要記住倒查30年，這個人都被中共以前的政策、法規、法律套路了。兩邊都認為按照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法第9條，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願加入或者取得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這還是在海外有過律師、移民律師問過的。所以呢，他們一個12年，這中間無數次回過國啊，這個日本的、美國的也是无數次回過國，都沒事，都沒事。他們認為他們已經拿了外國國籍，而且通過外國國籍買的票回中國。中國政府呢就說沒有中國國籍了啊，根據國際法自動取消了。所以這2個人也傻逼啊，都是在日本辦的來中國的簽證啊，在美國辦的來中国的簽證，然後回了中國，以前沒事。結果這次幹嘛啊？這次被拒絕的理由，這全家人這個人仍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管理。也就是實際上，儘管你已經拿到了外國的護照身份，也多次出入這個中國，但是只要你沒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系統主動進行申報，而且得到什麼，不管電子書面的明確的中共的材料確認你已經取消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中共隨時可以恢復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並且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你進行處理。所以2026年大家去網上查，大成律師事務所，中國3家，大成、金度、君和，大成律師事務所專門對此写了一篇文章，文章明確表明，在法律實踐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保留和註銷以國家給你的法律更換確認為主，不會主動喪失。聽明白了嗎？也就是只要你沒有明確書面確認的國籍認定跟中國國內戶籍註銷的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隨時可以把你當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進行管理的。而且2家慘在哪兒？現在這2撥人也都是朋友嘛，聊就是把他們當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處理，不承認他們擁有的日本和美國的身份，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不能主張其他國家領事保護權利的。也就是他們給日本或美國大使館要求保護權利電話支持，被中共政府直接拒絕了。你是中國公民，你沒有權利主張其他國家領事保護權，你們擁有的日本和美國國籍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国認可。所幸呢是這2撥人目前的信息，因為國內的律師們找的都是沒有明確的反共行为說是聽中共政府通知走流程，讓他們先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国民国籍身份，
取消完了再認可，然後再辦理出國手續。但是目前一個月一個半月都沒有任何信息給他們，就沒有通知，不知道什麼時候走流程啊，自己說遙遙無期，被鎖在國內，好吧啊，所以這個是3個特別重要的提醒大家啊，不要覺得就是因為其他地方有很多人都講過了嘛，講過了啊，所以不要覺得哎闭關鎖國了啊，我這個能走，我還拿了信息沒問題，大大咧咧走了，你走了海關給你查了，他就可能封在那兒啊，不要覺得我拿着国外綠卡，我理由很明確啊，我国外要就永居，理由很明確，他媽中共沒理由就可以暫停你6個月到3年，聽懂了嗎？啊，你說工作，那工作人家認為你所去国家是危險的，人家人为裁定權很大，人家認為是危險的就是危險的，不讓你去就不讓你去啊。然後不要覺得我拿了外國公民身份，我以前很多經常回國啊，你首先查一下在國內啊，找找朋友，如果不行那就別回去了啊，回去有可能也會這麼被處置啊，大家聽清楚就好。當然最大的最好的建議跟大家講過了，就是人能出來趕緊出來，9月份之前能出來趕緊出來，因為只有你人真正出來了，你到了一個自由的地方，你才可能避免出現這種危機啊，否則的話你不管在任何地方你還是避免不了啊，只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內你還是避免不了，好吧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些，大家有什麼問題咱們可以聊一聊啊，就是沒辦法，聯合國不知道，聯合國管不了，聯合國是大家任何一個組織，它不能管國內的事，它只能譴責。那聯合國人權組織年年都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用，譴責有啥用啊？人家是流氓，人家不聽啊。那海牙國際法庭判菲律賓那個島的事，中共不聽就是不聽啊，沒法。對，換護照你可能不一定換得了護照，不一定換得了護照。對，我自己有一個朋友，原來在國內一個大學啊，她老公是外國人啊，她在國內一個大學原來就可以隨便，因為這個朋友的家長是政府領導，他原來每一年放假各種期間都能出來，這個規定一出來，學校直接通知他，以後每一年最多去國外21天啊，就是她以後想跟老公團聚，那只有老公到中共國團聚。然後中共國她老公就說，就剛才我講那些困境全是她的老公在國內遇到過的。她老公說怎麼辦？我說那怎麼辦？前幾天吃飯啊，然後呢很明確找了他父親，就告訴，因為知道你女婿是外國人，你女兒現在大學任教，每年21天，如果你超過21天，你作為政府以及領導啊，這叫什麼？反正有一個很嚴重的一個處罰措施啊，所以就沒辦法啊。補稅我講過了，不是補稅30年，這個我講過了，我不是少說了啊。投資補稅，出去的資金被認定為洗錢沒收等等，我已經講過了，以前都講過了。我告訴大家，在閉關鎖國，閉關鎖國啊，不會像朝鮮這麼閉關鎖國，我講過了。不會像朝鮮，但是它會最大限度的去限制所有人的相關進出。為什麼不能像朝鮮？因為中共國這麼大，養不活自己，完全像朝鮮這樣做肯定養不活自己。但是呢，他不這麼做呢危險，而且閉關鎖國的進度也跟大家以前說過，還記得吧？委內瑞拉、古巴、伊朗、俄羅斯這4個國家的情況委內瑞拉大家知道已經慫了，這不用講了。倒了古巴呢，美國加了處罰的措施，看古巴的相關情況中共現在玩命幫古巴，玩了命幫古巴，援助古巴。現在古巴能發電給的一點能源，還有大量所謂的新能源發電設備，全是中共無償給的，就為了支持古巴這口氣但是倒也是大概率事件，因為確實活不下去。伊朗咱們現在亂到什麼程度所謂的宗教領袖到現在誰都沒見過誰都沒見過連那個總統自己都說見那個人車裡面黑的地方說2句話都不知道是誰，不知道。伊朗現在也是自己亂的情況
俄羅斯啊，那麼泽连斯基第一次主动提出了结束戰爭問題啊，以前都是烏克蘭一直要打啊，堅持下去，但是現在澤連斯基主動提出，也就是他有能力，烏克蘭有能力有條件去結束這場戰爭，那就是說打到現在實際上打得很有信心，然後再加上國際一些機構對於這種戰損的死亡率的飞速增加，就是烏克蘭死1個人，俄羅斯可能要戰死20個人啊，所以這種相關情況，烏克蘭現在打出優勢。但這些國家如果今年都倒了，都換領袖，傾向於西方了，那中共國的閉關鎖國的步驟跟實施的策略會比我們想象的要更快跟更大啊，更快跟更大啊，他没辦法了，他就已經被孤立在这儿了啊，他已經被孤立在這兒啊。那如果呢，像俄羅斯還能堅持到明年，那等等啊，伊朗堅持啊，閉關鎖國也會進行，但是會緩和一些，慢一點，好吧？沒辦法，從香港出來會好一點，你去不了香港啊，你以為他的政策不管港澳通行證嗎？你去不了香港啊，關鍵是去不了。